西湖被赞誉为中国的美学理想，但西湖到底怎么玩？据说还分本地人的西湖和游客的西湖。本期5000字攻略就带你乘公交船游玩西湖，并探寻湖畔少为人知的人文建筑，探寻天公之美无不备焉，何以西湖的秘密。西湖它是杭州的灵魂，三面云山环抱如带，孤山浮波，烟雨空明。西湖的美并非浑然天成，而是自然胜景与人文雕琢完美结合的典范。千年中，人们对西湖风景的塑造与吟咏，就是一部追求理想风景的历史。而作为这种追求的最终产物，它甚至被赞誉为中国的美学理想。来西湖是一定要坐船赏景的，但又不能遗失湖畔的各种人文建筑，所以我们规划了一条亲水且包含步行仿古、水陆交织的一日游线路。这是我们的手绘游览线路图，视频介绍的所有景点在上面都有标注，我也会在评论区贴出来。西湖现在除了满湖的游览船和手摇船，其实还开通的有公交船。环湖一共有10个码头，每站6到8元，而且只有公交船才能真正的穿行西湖几乎所有的水面。我们计划在水景最美的路段坐船，在有人文景点的地段上岸，两者结合，环湖一周。早上先在1公园的码头上船，这里也是离西湖地铁站最近的一个码头。去小瀛洲的游船也在这里上船，和公交船是2个队伍，要注意区分。公交船的码头和那个游船的码头，就是上湖心岛三潭音乐游船的码头是一个码头。公交船并不大，如今也比较热门，驾驶员会提前告知下一站有多少个空位。这一班保证有位置，但是可能要等20分钟左右。一位0个。公交船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尽可能早去，尽量住在离湖边近的酒店，会方便很多。我们看了看，大概其实就是等半个小时，差不多就会有一班船，但是有没有座位就不好说了。我们在断桥残雪下船，下船点附近即是白堤。这个白堤其实原名白沙堤，白居易曾写下坐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后来为了纪念白居易，将这里改名为白公堤。而白居易为了整治西湖而修建的白堤，则早已隐没于湖水与水岸的往复变化中。在曾经的杭州刺史诗人白居易的心中，江南或者说杭州是他最难忘的。我们在课本中都曾学过他的《忆江南》组词中的第1首：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乃不知他的第2首第1句就是江南忆，最是忆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西湖实景的断桥残雪就在白堤的第1桥，游人去孤山赏梅时经过这里，春雪未消，积于桥背，故名断桥。当然更有名的是《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与许仙于此借伞定情，这里也曾见证无数才子佳人的佳话。我们在这附近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白娘子和一堆堆的法海在直播。断桥，法海在断桥前面直播，然后下面这，哎呀，沿白堤前行是孤山，孤山是人文建筑为山水风景添色的典型。前面是孤山，然后这是孤山入口处的平湖秋月，两者相得益彰，互为映衬。孤山曾是康熙、乾隆下江南时的行宫所在地，至今孤山顶还有宫殿遗迹。你看这个，这就是行宫遗址。而孤山上的中山公园其实就是曾经行宫的御花园，公园里的光华复旦牌匾就是乾隆行宫的遗物。
白堤与孤山相交处是西湖十景之首的平湖秋月。起初的平湖秋月并没有固定的位置，直到康熙年间在此立平湖秋月的玉碑。宋代注目在方玉览胜中写道：西湖十景首平湖秋月，盖湖之秋而益成，月之秋而郁结，和水月以观，而全湖之精神是出也。现在的平湖秋月，各种亭台楼阁、小品景观，视角设计精妙，很多地方都是排队打卡的好机位。西湖风景的维护水平是相当的高。方和亭则是为了纪念北宋诗人林布而建，他的诗词也曾出现在语文课本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终身不仕，种梅养鹤，称梅妻鹤子。亭子旁就是林布墓，他去世后，据说其饲养的仙鹤常在墓前徘徊，后人便在孤山建亭纪念，取名放鹤亭。亭内有石刻五鹤赋，乃是康熙临摹董其昌的字迹，字迹如五鹤。孤山上最有名的景点就是西泠印社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顺应山势高低错落。华严经塔位于山顶，是全园的标志性景观。印社借景西湖，将湖光山色纳入园内景观。站在四照阁等高处，可南望西湖三岛和雷峰塔。园林精雅，景致绝妙，摩崖题刻随处可见，有湖山最胜之称。下了孤山，路旁就是千载芳名留古迹的苏小小墓。在芳名留古迹，旧朝运氏筑西陵。不远处还有武松墓，宋义时武松之墓。我们跨虹桥上苏堤，又转向曲园风河。然后来到北山街，这里是岳王庙，也是岳飞墓所在地。这里无需多言，以无声的矗立给予心中的静谧。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命存。出岳王庙，我们沿着北山街反向而行。北山街堪称民国建筑博物馆，一端是断桥，一端连着孤山，依山傍水，足不出户就能看到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锋夕照等西湖十景。民国大佬们也是抵挡不住这旖旎水色，纷纷结路于山路，所以这条街上张晋江、马寅初、陈布雷、蒋经国等等一众民国大佬的别墅接踵摩肩，也故事连连。这里是香格里拉，也是大陆第一家香格里拉，是曾经的杭州饭店改建而来。秋水山庄是上海外滩名媛沈秋水和抱月巨子史量才凄美爱情故事的产物，仿《红楼梦》中的怡红院隔基而建。新兴饭店，传奇的百年饭店，估计半个民国的文化圈名流都来过这里。1922年，西湖博览会旧址，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大型博览会，当时西湖半圈都是会址。这片很多建筑当时都做过展馆。湖山佳汇实际上就是西湖博览会的全景图。庙宇、书院、公园、别墅都被用来布置博览活动。它的旁边就是玛瑙寺。北山路其实原名岳坟路，也曾此庙林立，现在仅剩几座残余穿插于别墅群中。敬义别墅，张静江的旧居，他是湖州南浔巨富，被称为中华奇人，资助过辛亥革命，为孙中山提供了巨额的活动经费，还筹划过近代中国的事业蓝图。
西湖博览会就是他组织筹建的。抱青别墅号称西子湖畔最美的民国别墅，保留了旧时的质地与色泽，典型的西式建筑，方形立柱，拱形门洞，折红外墙。现在是杭州国画院美术馆。在这附近向着宝石山走去，这里是宝石山摩崖石刻，可惜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看一个好多杭州人都是没有看到过的，也不知道小小的秘境。只有这个头上冒出云朵，云朵内还有一尊佛像的小沙弥保存完整，大家可以找一找。前方是大佛寺遗址，传说大佛是用秦始皇的揽船石雕刻而成的，但现在只剩斑驳巨石一块。你看他的眼没？他其实都身上的脸啊、身体啊各种部件，当时的对。但是我跟你说，秋天的时候，这是个大银杏。秋天的时候，这房顶全是一片金黄，特别漂亮。我们最后在蒋经国旧居这里结束这个小小的 City Walk。这里已经是麦当劳，据说很多花木也曾是蒋经国亲手种植。二层户外曾经也有绝佳的断桥机位，但估计来者甚众，现在已经是铁将军把门。这样我们又走回了刚才下桥时的断桥残雪的码头，很幸运刚好有条公交船停在这里，我们继续荡舟西湖。接下来就是西湖最美的一段水路，穿过孤山，平湖秋月擦肩而过。从花好月圆这里进入月湖，有人戏称从这里开始才是杭州人自己私藏的西湖。西湖其实是被孤山、白堤、苏堤将湖面分割为外西湖、里西湖、西里湖、小南湖及月湖5个部分。这些游船、手摇船、电动船都有各自游玩的范围，只有公交船才几乎能够穿行所有的水面。是杨公堤，然后牛脸这边还是苏堤，苏堤是最长的。苏堤把西湖分成了里外湖。现在我们船走的是里西湖，这片一般是其他船是不来的。再穿过一座桥，就进入了曲园风河所在的里西湖。再向前，过杨公堤就是毛家埠。曲园风河到毛家埠的这段水路是最漂亮的，林荫、古桥、水岸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是绿荫葱葱、幽静闲适的秘境西湖。如果有时间，其实是可以在曲院风河或者毛乡水情码头下船的。这里不仅有郭庄这样一步一景的园林，还有绿树浓荫的西湖湖畔景色。公交船在毛乡水情码头折返，驶向花港观鱼。这又要穿过苏堤回到西湖主湖了。这是望山桥，这条航线临近小瀛洲和三潭印月，可以看到3座石塔。石塔起初是苏东坡治理西湖时在湖中立小塔为界，塔内不准种植林荷，以保护水体。明代重建，每当皓月当空时，有月光映潭影分为3的奇景，故名三潭印月。在花港观鱼旁，我们弃船登岸，再次开始湖边的 City Walk。 这里有红鱼池，池岸曲折，池中堆土成山，数千尾金鳞红鱼结队往来，泼刺戏水。池畔的花港观鱼的石碑正反面分别由康熙、乾隆题写。季兆亭位于蒋庄内，周遭波光粼粼，与苏堤的绿荫互相映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花港观鱼旁有乌龟潭，水道蜿蜒，绿意盎然，特别适合手摇船。舟行其中，绿波荡漾，触手可及，穿过拱桥，就仿佛真的是人在画中游。我杭州的朋友最喜欢带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坐船，如果大家时间充裕，也强烈推荐。沿湖边前行，在苏堤的入口处设有苏东坡纪念馆，可去乌龟潭的手摇船码头也在附近。故吴越国曾设有辽湖兵，专门负责西湖治理，但在宋代废弃。1089年，苏东坡第2次被贬杭州时，西湖基本干涸，苏东坡十分痛心。
是杭州无西湖，如人而去眉目，岂复为人乎？于是开始大规模整治西湖，并在湖中建石塔3座，划定种植范围，最终才有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这里是雷峰塔，雷峰塔其实原名黄妃塔，是吴越国末代君主钱俶为妻子祈福而建。这里的黄通黄，是当时的宋太宗破格给的封号，但在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又悄悄抹除了册封的印记。现在的雷峰塔是景观和保护2合1的建筑，在其内部是原雷峰塔的塔基。雷峰塔在倒掉后，其内部的天宫和地宫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纯银的阿育王塔，内部可能还有佛舍利，还有青铜坐佛像，下方罕见有盘龙，是中西合璧的珍品。就连砖塔内都藏有大量的经书。雷峰塔的对面是净慈禅寺，也值得一观。我们学过杨万里的小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就坐于这里。过雷峰塔，沿湖是柳浪闻莺、钱王祠等景观风物和建筑。这里湖岸曲折，石条惨落，很适合散步。我们走到这里时已经是晚上，但仍是热闹熙攘。不过火红的网红拍照点，人潮已散去。来杭州很多次，我们从来就不认同杭州是美食荒漠的说法。这一趟我们试了10余家，大部分都还是比较满意的。这天晚上我们吃的天香楼，杭州的老字号，虽然评价上褒贬不一，但我们这顿感觉不错。醉虾、鱼羹、响铃、素烧鹅、鲜肉小笼都有一定水准。炸的可绵软，酥到都已经成绵的状态了。走过路过不能错过，这应该是个必比登。嘎一个。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们又看见了一家米其林入选餐厅盼春坊，撑着肚子又吃了5个煎饺。这个就是住在西湖附近闹市区的好处。西湖曾经是海湾，因泥沙堆积而成泻湖，经白居易书六景，苏轼筑苏堤，明代杨梦英拓湖西，清代李卫疏浚，方成今日格局。它的形成是天赐，但它的美景则是上千年人工改造的结果，是自然风貌与人文雕琢相结合的产物。来最前卫的互联网之都，看看西湖吧，在这里有中国的美学理想的具体呈现。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在下一集我们仍然流连在杭州，我们将去探寻隐没于历史中的南宋皇城，去发现杭州少为人知的壁面，曾经纵横密布的室内的河道与繁华至今的京杭大运河。还会在暴雨中攀登北高峰。